每日中文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珊，欢迎回到每日中文 Podcast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宇。林珊，你怎么啦？王老师，我是要投降。我刚才看了一篇文章，说想要流利说中文，至少需要3000到5000个词汇量。我现在只会说你好、谢谢、再见，连300个都不到。我觉得我这辈子都别想开口说话了。原来是被数字吓到了。林珊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。很多人以为要像字典一样背完所有词才能开口，结果变成了哑巴中文。今天这一集，我们就来聊聊拒绝完美主义，为什么你不需要3000个词汇也能开始无限的对话？不需要3000个，那我也不能只用那几个词混日子吧？当然不是混日子啊。其实，敢不敢开口，比你会多少词更重要。在有限的词汇里，有一个东西比数量重要10000倍，那就是声调。声调，又是它。对，林珊，假如你只有水这一个词，如果你发音标准，走进便利店，大声说水，店员马上就会给你拿水，沟通成功。好像是哦。但如果你背了1000个关于饮料的单词，什么矿泉水、苏打水、蒸馏水，但是你不敢说，或者你发音成了睡，店员只会以为你困了。所以词汇量少不是问题，发音不准才是障碍。明白了，少而精。那我把这100个词的声调练好，是不是就能去闯荡江湖了？绝对可以，但是光有胆量还不够，我们还需要技巧。你刚才说，除了这个那个就不会别的了，这确实有点单调。我们要学会用旧词造新词。怎么造啊？我是发明家吗？差不多，这就是今天的核心技巧，拆解描述法。比如你想说冰箱，但是你还没学过这个词，你会怎么办？指着它说那个吗？我可能会做个好冷的动作，然后指着那个大盒子。动作是辅助，但语言更重要。你可以用你学过的简单词来组合。冰箱是什么？它是很冷的柜子，或者是放菜的盒子。很冷的柜子，听起来有点怪，但是好像能听懂。没错，只要对方听懂了，你就赢了。再比如，雨伞你忘了怎么说，你可以说下雨用的东西。哇，用的东西，这个句型好万能啊！是的，除了用的东西，还有一个更高级的句型，叫做像什么什么一样。比如呢？比如你想说斑马，但是你只会说马，你可以说那个动物像马一样，但是它是黑白色的。哇塞，这简直是天才！我不需要背斑马，我只要会马和黑白色就行了。对，这就是语言的联想能力。不要因为这就一个词卡住而停下来，你要学会绕过去。那如果我描述了半天，对方还是没听懂怎么办？那就到了我们扩展词汇的最佳时机了。你要学会这句求救金句。这个中文怎么说？这个我会，但我以前总不好意思问，怕别人觉得我笨。千万别这么想。当你指着斑马，努力描述完，然后问一句这个中文怎么说，对方告诉你是斑马，那一刻你的记忆会非常深刻。从对话中学的词，永远比背卡片记得牢。真的耶，互动带来的记忆是有画面的。没错，所以林珊，把那些单词书扔一边去，现在立刻马上用你仅有的那点词汇去骚扰你的中国朋友。可是我还是有点怕，万一我说的像个傻瓜怎么办？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在中国人眼里，外国人说的越灼灼，有时候反而更可爱。只要你真诚，没有人会嘲笑你。真的吗？那我下次要去水果店，我要指着我不认识的水果说，老板，我要买那个像星星一样的黄色的酸酸的水果。老板一定会秒懂，然后告诉你，美女，这叫杨桃。哇，想一想都觉得很有成就感。总结一下今天的生存法则：第一，
不要等完美再开口，声调准比词汇多更重要。第二，拒绝只说这个那个，学会用简单的词来描述。第三，把对话当成课堂，多问这个中文怎么说。听完王老师的话，我感觉我的语言包虽然小，但是能量巨大。我要带着我的小词汇量去征服世界了。加油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精气神儿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们有没有那种急中生智，用简单词描述复杂东西的经历？比如把机场说成飞机的车站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创意。对了，王老师，既然我已经敢开口了，但我发现有时候我想表达礼貌，只会说请，比如请给我那个，但我发现中国人好像不太怎么说请。观察得非常敏锐。在英语里，大家很爱说 please， 但是在中文里，如果你在这个场景下说请，会显得有点像命令，或者太生分了。准确地说，不是请不礼貌，而是中文更用语气词和句型来表达客气。啊，请反而是命令，那我该怎么表达礼貌呢？这就是中西方礼貌文化的巨大差异。这太有意思了，为什么中国人不像说英语的那样说请？没错，这就是我们下一集要深入讨论的话题。我们会和你一起探讨如何用语气词和句型来表达最地道的中式礼貌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记住，完美是阻碍进步的隐忍，敢说才是王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